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凉皮学会后，今天来解锁另外一种美食——葱花手抓饼。准备面粉500克，盐3克，面粉1分为2，一半用160毫升的凉水和面，另一半用120毫升60度的温水和面，搅拌成大絮状，这样在揉面的时候就轻松许多。和成一个软硬适中、光滑的面团，然后放入保鲜袋里，先醒面30分钟。家里面的小葱已经没有了，又不能出去买，今天就用自己生的蒜苗代替一下。把洗干净的蒜苗切成末，先装入盘中。30分钟后，案板上撒上干面粉，取出醒好的面团，不用揉，直接用擀面杖把它擀开，厚度大约5毫米左右，然后加上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开。现在掌心里加入1勺盐、13香，最后加入1把面粉，充分融合，均匀地撒在面片上，最后把切好的葱花撒进来，在面片的中间用手指先戳出一个洞，然后像这样往四周把它卷起来。做葱花饼时面要和得软一些，这样做出来既柔软又焦香。现在已经全部卷好了，用刀把它切开，再分成8厘米左右的段。拿起一段，先把两头封住，边缘也记得捏合一下，然后像这样直接按压成小饼状。取一个平底盘，底部先抹上食用油，放上按压好的小饼，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盖上盖子，醒面2个小时。准备2个鸡蛋，打入碗中，搅散后把剩下的葱花加进来，再次搅拌均匀，放一边备用。取出醒好的面饼，先按压一下，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擀开，擀成厚度约3毫米的饼就可以了。如果一次性吃不完，可以用保鲜袋或者是隔离纸把面饼一张一张隔离起来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，这样早晨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就行了。做好的手抓饼生坯从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后是不需要解冻的，直接放入电饼铛烙一烙，这样早餐就能够节约很多时间。烙的时候直接开大火，合上盖子1分钟左右，开盖，然后翻面，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加进来，然后翻面，再倒入2勺鸡蛋液，均匀摊开后再翻个面就可以了，一直烙到两面金黄，香喷喷的葱花手抓饼就出锅了，非常的好吃。这样做大约2分钟就能够吃到鸡蛋葱花饼，真的是太简单了。饼皮柔软的同时口感劲道，吃起来又焦香。采用半汤面的做法，这样饼皮不会那么硬，吃的时候就会好消化。我是阿胖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分享一个手抓饼的详细家常做法，非常简单。首先准备小麦高筋面粉或者是中筋面粉500克，然后加入葱花、1把黑芝麻，再加入5克食用盐，最后倒入270毫升的温水，启动搅面机开始和面。现在面团已经和好了，把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，然后分成均匀的面剂子，我这里分了大约13个。再把每个面剂子底部收圆，揉一揉，捏一捏，先滚成圆饼状。大碗中抹上食用油，放入面饼，再用刷子把每个小面饼上下都要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最后盖上保鲜膜，醒面至少30分钟左右。
接下来取一只碗，开始调油酥，加入面粉、盐、13香。我这里用到了猪油和花生油，猪油它的起酥性效果会比较好一些。把它融化开，像这样筷子周围冒泡泡，说明油温就可以了。然后趁热赶紧浇在面粉上面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面团现在也已经醒好了，把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先按压一下，然后再用擀面杖上下左右各擀一丈，把它擀开，不需要擀太薄。然后刷上油酥，接下来像叠扇子一样，把面饼一层一层叠起来。这样做可以使手抓饼的层次会更多、更丰富。然后抓起两头，在案板上边摔打边拉长，再选择一头开始卷起来，把尾部收在下面，最后盖上保鲜膜，先松弛15分钟，为了下一步好擀开。案板上抹上一层清水，放上一层隔离纸，这样隔离纸就不会乱动了。取出松弛好的面饼，先按压一下，然后用擀面杖擀开，厚度大约1毫米左右就可以。这样我们的手抓饼生坯就做好了，可以一次多做一些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，半年都不会坏。这样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直接放入电饼铛里面烙一烙，不需要解冻，大概3-4分钟就能够吃上早餐了，非常的省时省力，辛苦一次1个月都不用早起。接下来开始检验自己做的手抓饼，首先电饼铛开大火，盖上盖子，先焖上1分钟左右，然后翻面，可以用铲子这样松直一下，它的层次就出来了，像这个样子。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可以看到这样做非常的薄、酥、脆，而且撕开里面它的层次真的是超级丰富，饼皮非常的薄，口感又劲道，吃起来又柔软，非常的不错。这样每一天早晨醒来，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直接摊上鸡蛋，或者是卷上自己喜欢吃的菜，蔬菜、肉类都行。这样我们的早餐每一天都能够不重样。毕竟自己做的手抓饼，首先能够保证它的干净卫生，吃起来也会健康放心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，只要做上1次、2次，肯定能够做顺手，而且越做越简单。谢谢您的观看，今天分享的手抓饼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
放到绞肉机里面，把韭菜搅碎。快点！搅好之后，倒在一个大点的盆里面，向里面分次少量加入小麦普通面粉。面粉、韭菜搅匀之后，下手感受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，如果太软就加点面粉，太干就加点清水。感觉到有一点软，再向里面加点面粉。最后揉成光滑面团就可以了。揉好之后盖上盖子，先放在一边醒着备用。这里准备了一块鸡胸肉，先把它切成片。最后改刀切成丝。现在向里面加入食用油、料酒、白胡椒粉、蚝油、少量淀粉、食用盐，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放在一边腌着备用。切一点葱花，案板上撒一点干面粉，取出面团，再揉一揉。揉好之后整成圆饼状。取出擀面杖，把它擀开，擀成厚度约2毫米的大面片就行了。接下来先把它切成条，可以用擀面杖比划着，这样切得更直一些。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菱形，菱形的块不要切太大。上面撒一点干粉防粘，最后把它接起来。全部煎好之后摊开，防止粘在一块儿。油烧热，下入鸡胸肉，开大火炒至肉色变白，下入葱花爆香，全程大概3分钟就熟了。另起一锅，水烧开，把切好的韭菜叶子下到锅里面，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用盐，切掉的韭菜梗也加到锅里面。出锅前放入炒好的鸡肉丝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韭菜面吃起来非常鲜嫩，有韭菜的香，而且还是特别香，非常好吃。做法也不难，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，有时间的话做给家人吃哦。谢谢您的观看。
蛋来做美食。南瓜洗干净，去掉外皮，然后再去掉瓜瓤，最后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喜欢豌豆的可以加入一点豌豆进去。把南瓜和豌豆放入蒸笼里面，开大火蒸熟就行了。蒸熟之后取出来放凉备用。再准备3根火腿肠，对半切开，然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切点葱花。南瓜冷却到30度的时候，向里面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开，再转移到大碗里面，用擀面杖捣成细腻的南瓜泥。接下来向里面加入3克酵母，先搅拌均匀，再加入1勺食用盐和适量的13香。完全搅拌均匀之后，向里面加入面粉，搅拌成像这样比较稠一点的面糊就行了。然后把切好的香肠丁、煮熟的豌豆以及葱花加进来，把所有食材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最后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体积2倍大。面糊现在已经发酵起来了，用筷子挑开，里面有丰富的蜂窝状，无需排气。电饼铛先不开火，刷上食用油，选择馅饼模式，把发好的面糊倒进来，用筷子摊平，然后上面再撒入食用油，合上盖子，这个时候开火，焖煮5分钟。提醒一下，面糊不要摊太厚，太厚的话不容易熟。用铲子按压，能够迅速反弹，说明已经熟了。如果不是这个状态，再焖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吃的时候把它分成小块。这样做的南瓜饼，表层焦香，内层松软，简单美味，营养还好吃，用来做早餐也是不错的，老人和孩子都适合。喜欢的话就先收藏起来吧，谢谢您的观看。
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碗中先加入400克小麦高筋面粉，再加入5克酵母、3克食用盐，先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再准备4颗常温的鸡蛋，鸡蛋去掉皮之后，重量大约是210克左右。鸡蛋搅散后直接倒入面粉里面，再搅拌均匀。搅成面絮状后，加入2勺白糖，再用100克的牛奶和面，最后加入15克食用油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里面低温冷藏发酵，大约5-6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现在准备2个苹果，洗干净，去掉皮，再对半切开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条，最后切成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不粘锅里面加入50克白糖、30克凉水，开大火，不停地搅拌，搅拌至褐色，加入15克食用油，放入切好的苹果丁翻炒，一直开大火炒至水分收干，大约6-7分钟左右，像这种焦糖色就可以了。面团也已发酵好，可以看到低温冷藏发酵已经形成了面筋，这样就不用揉磨了，直接取出来放在案板上排排气，然后再搓成长条。搓好之后下成均匀的面剂子，再把每个面剂子揉成饼状，取出擀面杖擀成包子皮，放入炒好的焦糖苹果馅包起来，最后边缘再收一下，这样包的会更严实一些。包好之后先放在那里。电饭煲底部刷上食用油，再撒一点芝麻。现在把做好的生坯放进来，合上盖子，2次发酵10分钟。像这样手指按压能够迅速反弹，说明已经好了。选择蛋糕键蒸上40分钟左右就行了。已经蒸熟了，比用烤箱烤的还要漂亮。撕开看一看，里面是拉丝的。面包的组织也是超级好，可以用手一片一片撕着吃，非常的松软香甜，底部又是焦香酥脆，真的是好好吃。这样做的焦糖苹果馅面包有着满满的鸡蛋香、芝麻香，小朋友最喜欢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分享一个韭菜面粉的新吃法。韭菜切去老梗，老梗放入碗里备用，然后韭菜再切成小末，韭菜末里稍微多加一点盐，杀出水。老梗我们用盐、芝麻油、适量的生抽先腌制一下。韭菜末已经杀出水了，用力攒出水分，加适量的小麦中筋面粉，再打1颗双黄鸡蛋。打鸡蛋是为了吃起来口感更筋道，但是鸡蛋不能放多，放多了会变硬。然后再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撒点干面粉，将韭菜面团擀成片状，然后用刀先切成长条，再切成菱形的韭菜面叶。这个面叶的厚薄以及大小程度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。锅里倒点油，爆香虾皮提鲜。但是韭菜面叶不要切得太小，太小吃起来会影响口感。水开下入韭菜面叶，我今天做的是清汤的，再加点蚝油提个味儿。虽然是清汤的，但是味道还是很鲜美的。我们这边叫韭菜面叶，喜欢的话可以试试，记得点个赞哦，谢谢。这是我昨天从榆树上面摘的榆钱，现在呢正是吃榆钱的季节，再不吃就要等明年了。
首先呢，把剪干净的鱼钳在清水里面淘洗2遍，淘洗干净。洗好之后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，向里面加入小麦中筋面粉，也是普通面粉，大约有600克。鱼钳的重量我没有称，没称的话也没关系。搅匀之后，把剩下的面粉也加进去。现在向里面加入1勺食用盐、13香和4克的酵母，全部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再向里面分次少量慢慢的加入清水，揉成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温暖地方发酵至体积2倍大。现在面团已经发酵起来了，在上面撒一点干粉防粘。取出面团，稍微排下气，搓成长条，然后呢再下成均匀的小面剂子。接下来呢，再把每个小面剂子整理一下，搓成圆柱体，当然也可以搓成圆形的。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就搓成什么样的形状。搓好之后，盖上保鲜膜，再2次发酵一会儿。2次发酵好的状态就是拿起来手感轻飘飘的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冷水上锅蒸了。冷水上锅的好处就是还可以给面团一个缓慢的发酵时间。开中大火蒸25分钟左右，最后再关火焖5分钟，可以看到非常的蓬松暄软，好熟悉的味道，老公特别喜欢吃。柔软蓬松，而且口感劲道，老公一次吃了6个，说吃的特别香，明年还要吃。喜欢的就赶紧试试吧，再不吃鱼钳就要等明年哦。